他是个聪明的。二哥，有事？许久不见，二哥如今过得可好？很好，表嫂很好。二哥，实际上祖母并非无缘无故来到此处投靠表嫂这来的。我无意间偷听到母亲与祖母交谈，似乎有人对表嫂开的荒地心怀不轨，恐怕接下来日子不会太安宁了。而且父亲和其他几位叔伯都已被调往殿下那边去了。正因如此，祖母心中忧虑不已。若是真出了什么意外，多少也能帮忙，最起码几个小公子不能出事，所以才赶了过来。此事我心中已有数，不必担忧。表嫂，最近这段时间恐怕不会太安宁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薛将军镇守边关多年，他定能应付，咱们别添乱就行。祖母，他这行为是何意？有福不享，没苦硬吃呗。他要什么跟殿下说一声，殿下能不给？偏偏跑到这地里上赶着受罪。母亲，她本来就是山野丫头，那从小到大都是做惯了活的，就算是现在身份不一样了，那山野丫头的本质还在那放着呢。干点活真的没啥的，说不定还能招来殿下的心疼呢。咱们可不一样，之前是没办法才干那些活的，那个时候那么苦那么难，咱们手动的裂口硫磺水还得继续干，好不容易熬出头了，不用再吃那份苦了。现在这地里的活是真干不了啊，就咱们这脚继续干下去真的得废了。我看呢，咱们就别干了，行不？母亲，行了，别说了，你说不想做，那就歇着，其他人一起帮忙去。闺女，他们这些贵人怎么跑到地里来了？我刚刚还看见他们站了好一会儿呢，脸色也不太好看，难不成是日子过得不舒坦？不应该呀，这些日子他们吃好喝好的，就差当祖宗伺候了。自从在这住下之后，他们可是一点都没客气。老太太皱起眉头，担忧地说：闺女啊，要不你去看看吧。你们怎么会到地里来？吴氏脸上带着笑容回答道：我们闲着也是闲着，所以想过来帮忙干点活。青宁，您看看有没有什么活适合我们做的？地里有长工，哪里需要你们来干活？回去歇着吧。吴氏笑着道：青宁啊，你还是给我们安排一些活计吧，都歇了这么些日子，总归要做点活的。现在还真的没有什么好活让你们干，所有的活计都已经分配好了。蔡氏伸长脖子朝着宋青宁之前站的地方看了看。你在做什么活计？要不我们帮你。我前段时间不是让莫云到外面去买了一些棉花籽吗？就想着试着种些，如果能种出来，也好给大家做身棉衣穿穿。这里的冬天太冷了，年年大家手脚耳朵都顶着冻疮，长此以往也不是个事儿，多穿点，穿厚点才行。听说棉花很挑地儿，很难种，种不好的话，那种出来都是死疙瘩。要不就是长半道就让虫给吃成光杆了。你居然会种棉花，这东西要是真的种出来，那可是大价钱，可比粮食还要金贵。我也不会种，就是今年专门分出来一块地，想着试试看，要是能成那自然是好的，就算是不能成，左右也就是一小块地1年的收成而已。我现在旁的没有，也就穷的只剩下这些地了，就算真的折腾1年，孩子爹也不会怪我。我还没见过怎么种棉花呢，刚巧跟你一道看看。你不介意我偷师吧？你要是想看就看吧，哪有什么偷不偷的，种地就是把种子扔地里，拔草浇水施肥照看着，别被牲口糟蹋了而已。只要尽心照顾，肯定不差。瞧瞧，你一说头头是道，要是让我来，我都不知道咋开始呢。走走走，二嫂四嫂，咱们快去跟着学学，技多不压身，学到的可是自己的。于是再次挽着宋青宁的手臂，笑着招呼着大家一起干活。柳春燕翻了个白眼，对于于氏的行为很是不屑。你咋来啦？属下参见夫人，主子差属下来给小公子授课，自今日起，属下就是小公子的夫子。夫人若是不信属下，大可试过之后再换。没有不信任，就是觉得吧，就是那个啥，就是我觉得你现在还小，也是学习的时候，要是你给元宝开蒙，岂不是耽误了你自己的课业？以后要是耽误了你的前程，那岂不是罪过？夫人能做小公子的先生，于我而言前途无量。小公子，属下是周牧，也是你的夫子。小公子，属下陪你玩吧。那你打算如何教导他呢？不急。老夫人，我家闺女厉害吧？这真是重杀杀收啊！自从她男人打仗走了，她没闲过一天，不是在地里干活，就是在算账，有点好东西还要千里那啥，反正大老远的给她男人送去。这么久了，孩子都生4个了，身体还是这么棒。这孩子越活越实心眼儿，对谁都好，只要自己手里有了，啥都舍得给。这样的姑娘，不管谁娶了，半夜都能笑醒。唉，就是命不好。摊上我们这没本事的爹娘兄弟，早些年害得他为奴为婢，连个人都不是。现在自己吃喝不上了，又来扒着他。只要一想到我这闺女吃了这么多苦头，我这做娘的心就跟刀子扎似的。现在呀，我闺女日子好过了，还孝顺，我跟他爹里里外外的衣裳1个月4套，从来就没有缺过。
那吃的更是精细，那个讲究哟，还让人伺候，也让我这没见过啥世面的老婆子享了一把福。我跟老头子就算是现在闭了眼，这辈子也是过得值了。老夫人呐，你说我家闺女是不是个好孩子？是个好孩子。是啊，得了我闺女也是福气吧，家里家外一把抓，又能生孩子又能干活，还能赚钱，脾气还好，孝顺长辈，爱护弟妹，长得更是俊，这不是福气是什么？老夫人自然知道王莲花这些话是专门说给自己听的，虽然有些刺耳，但不得不承认她说的有道理。我家闺女还说，等棉花收了，给我做2套棉衣换着穿，还要缝8斤的大棉被，盖着保管暖和。成了，夫人，粮食成了，香啊，真香，这可比上好的珍珠米都香啊！收粮。周牧看着金灿灿的粮食，转头直勾勾地盯着宋庆宁。夫人，主子能娶到你，3生有幸。过奖过奖，这种事情有手就能干，没什么值得夸赞的。夫子，给。周牧在碰到蚂蟥的一瞬间，立马把那吓人的东西扔在地上。周牧，我觉得是时候该教教这孩子，都这么大了，咋啥东西都往手里拎啊？夫人说的有理，今日便教。元宝，你听娘说，你现在已经是个大宝宝了，要知道什么东西可以抓，什么东西不可以抓。像刚才那个虫子，还有蛇、蝎子、青蛙、臭虫之类的，都是有毒的。走吧，我们回家拿工具，然后去河边钓鱼吃。一听到可以钓鱼，元宝立刻两眼放光。宋清宁带着元宝和周牧回到家中，取来钓鱼所需的工具，还带上了简单的炉子、木炭、小锅、油罐以及其他杂七杂八的小物件。皇嫂好兴致，这都小1年了，你咋还没回去？咋还在这儿？皇嫂误会了，本王回去过。今年本王得了2个姑娘，长得很好，与他们的生母很像。那感情好啊，多子多福。小孩子不好抱，让奶娘抱着吧，免得尿你身上。看着这孩子，就想到府中的姑娘，不由想着多抱抱。元宝，过来，皇叔瞧瞧。此时的元宝早就吃得满嘴是油，鼻子上还顶着残渣。见三王爷招手，他没动，好长时间不见，他的脑子里已经没了三王爷的记忆。钓鱼的周牧收了鱼竿，回头淡淡道：王爷，主子也在挂念您呢。周小公子，你现在跟着皇兄，日子倒是好了。谈不上好不好，最起码活着。本王听闻皇嫂今年种的粮食又喜获丰收，我也就是在荒地上随便倒腾一番罢了，略有收获，但实在算不得有多好。皇嫂太过谦虚了，本王听说今年您还种了棉花，棉花不好种，好多人都不敢尝试，也就只有那些富有余田的才敢试着种点儿。不知道那棉花长势如何呀？还算不错吧，只种了几亩地，收成一般，刚够我们一家人自己做衣服和棉被用。这地方一到冬天冷得连猴子都待不住，还是新棉花保暖些。这样一来，我们今年冬天就不会受冻了。是不是因为炭火不够啊？如果需要的话，趁现在时间尚早，本王可以派人送汽车过来。多谢三王爷关心，炭火倒是足够的，我屋子里挺暖和的，只是那些长工们会比较辛苦一些。今年有了抗寒的好衣裳，他们也不用在最冷的那段时间整日缩在被窝里，连门都不敢出了。皇嫂真是心善，考虑的面面俱到。饿了吗？要不要尝尝？我觉得新鲜好吃。看着三王爷吃得津津有味，宋清宁钓鱼的信心倍增，他立刻挽起袖子，干劲十足地继续干活。东子，主子这是怎么了？卫东非常高冷地瞥了他一眼，淡淡道：没事，主子到这儿就这样，习惯就好。还有，别多嘴。东子，咱们的规矩你忘了？吃吧啊！人活一辈子，吃一顿少一顿。走喽，咱们回家去。我可得好好把这条宝贝鱼儿给养起来，以后留着慢慢吃。那就一同回去吧。三王爷，您这是？清宁来了贵客，你怎么不带回家来？连孩子都让客人抱着，着实不妥。也是本王冒昧，本想着皇兄不在，顺道过来看看。既然不受欢迎，那本王先行告退。说着，他转身离开。老夫人，这里是我家。苏芷嫣率先站出来。你怎么能这么说？祖母也是为了你好，分明是你做事没有分寸，祖母不过是给你几句提点而已，你竟如此不知好歹。就算是殿下知道这件事情，他也不会认为是祖母的错。你知道三王爷的目的吗？他来接近你，逗着你的孩子玩，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吗？那我是不是应该拿把扫帚把他给打出去？等我把人打出去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说来者是客？既然上了门，就算是装，也要装着招待下去。面子情不管何时都需要顾到，若是不知礼数，给孩子爹丢人了。仔细想想，确实丢人了。毕竟我只是一个山野女子，当初死皮赖脸的趴上了电子殿下的床，这肚皮有争气，生了儿子出来，母凭子贵嘛。有了孩子之后，我的身份也提上来了，也算是一个正常的人了。到如今，每天我做着我该做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低人一等。苏老夫人，我知道苏家跟孩子爹密不可分，麻烦您以后也想清楚，我跟他同样密不可分。您带着家人上门做客，我身为晚辈，好生招待着，也请麻烦您，有些事情不该您管的，您可以不必管，毕竟这里不是苏家，而是我的家，我有管我自己家的方式。
就算是错了，那也是我的家。或许您是出于好心，可这份好心我不想接受，也不乐意接受。您或许不知道，我这个人脾气跟其他人有些不一样，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今天我就说天上的月亮是方的，只要我说是方的，那就是方的，就算它是圆的又何妨？无礼不孝也好，不知好歹也罢。总之，为了那个如今还在战场上拼未来的男人，咱们互相体谅着，毕竟脸面这东西也是互相给的，而不是您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而我就得恭恭敬敬的听着。这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言尽于此，您自便。苏老夫人听着宋清宁这一连串的话，胸口剧烈的起伏着，她伸出手颤抖的指着宋清宁，你了老半天，最终两眼一翻，晕了过去。来人，送苏老夫人回自己的屋子，找大夫过来瞧瞧。夫人，您受委屈了。今日这事传到孩子爹的耳朵里，他会觉得我错了吗？夫人，主子不会是坟不飞，今日您无错。有时候对错并不重要，他如今需要苏家的帮扶，我这般冲动的顶撞了苏老夫人，还让他晕倒，这件事情必定瞒不住。只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李公公，我不会道歉。如果我道了歉，那我就是对不起我自己。装傻充愣这活儿太难，我也不是八面玲珑的女人。夫人，您不必说如此丧气话呀，主子对您如何，您心知肚明啊。您放心，这件事只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老夫人看不起我，她每次看我时，那眼底的轻视都差写在脸上了。她觉得我只配做一个安静生孩子的女人，其他东西不配得到。她觉得我出身乡野，就该知道自己的身份，不要妄想其他。我不是傻子，不是看不出来，只是吧，我觉得我已经够尊重了。李公公，我已经仁至义尽了，以后我还是做自己的好。夫人不必委屈。算了，让清欢带元宝进来，我要睡觉。守在门外还担忧的李公公无奈地摇摇头。墨云呐，咱们夫人越来越有夫人样了，等主子回来，夫人也就熬出头了。老夫人那儿就交给公公了，明儿个吧，老夫人自己心里有数。苏老夫人已经醒了，她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着床幔。苏芷嫣跪在床边抹着眼泪，祖母，还好您没事，无知粗妇就是无知粗妇，一点教养都没，真是白瞎了您的一片良苦用心。吴氏嘴角微抽，以前觉得苏芷嫣还算温婉，现在这脑子真不好使啊。大小姐，你还是少说几句，让母亲多歇会儿。既然母亲都没事了，天色不早了，咱们都回屋歇着吧。另外几个也是赶紧道，母亲，大夫说了，您急火攻心，需要好好休息。咱们要是都挤在这儿，你怎么能好好歇息呢？母亲，其实青宁说的也没错，儿媳觉得还是不要管人家的事。青宁的话虽然不好听，可人家也没说啥别的话。这里是他一手打理出来的，也是他自己的家，都给殿下生了5个孩子，就连陛下都赐他夫人。这个家里他是主人，咱们是客人，就算是长辈，您也要知道，客随主便这个道理不用说，咱们都知道。就算您是一片苦心，但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是有人在咱家指手画脚，教您做事，您能乐意听着？你是觉得老神指手画脚，多管闲事？于是被这凌厉如刀般的眼神吓得浑身一颤。母亲，儿媳知道错了，到外面跪着去。您坐这儿干什么呢？我觉得冷吗？我呀，穿得这么厚，浑身暖的，哪里会感觉到冷呢？来，过来跟娘坐会儿。闺女啊，你跟苏家那些人闹成这样，你男人说啥了没？没，他忙着呢，还以为那高门里的老夫人啥样呢。我这乡下老婆子都知道，不管别人家的事儿，真是身份越高越把自己当回事儿。都这么大把年纪了，一天吃饱喝足安生过日子不好吗？别在背后说人是非，个人的日子个人过，我就是随口说说，以后不说就是了。荷花也快生了，不知道她这次能生个啥，不是男孩就是女孩，还能是什么？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都是宋家的子孙，你还能嫌弃不成？看你说的，我就是随便说说。我要是真嫌弃姑娘，你还能长这么大？不管咋样，荷花生孩子后你别多嘴，只要开心的做个通情达理的好奶奶，再给孩子准备好足够的红包，我会安排人伺候她坐月子，乳娘我也会准备好，你只要负责多跟荷花说些好听话，逗逗孩子，其他的不必多做，多做多错。月子里的女人敏感多疑，你就算好心也别说，咋就那么金贵了？当初我生大郎时正赶上秋收，我连1天都没歇着，就下地干活了。那会儿家里没吃的，我还要喂孩子，一个月子吃了10来个鸡蛋，那都是好日子。现在我也活得好好的呀。娘，此一时彼一时，你受了苦是真的，现在日子好了，可别让媳妇再受苦。月子对女人很重要，都是女人，你该心疼。哼，知道了，也就她碰上了好日子。青宁，快跑！青宁，快跑！赶紧往京城方向跑，城要破了。那薛将军呢？出了叛徒，
他现在身负重伤，他仍在坚持抵抗，恐怕撑不了多久了。我带了亲兵和殿下留下的人，他们会护送你们离开。快走，否则就来不及了。你跟几个孩子绝不能出事。闺女，娘这就去收拾，马上就回来。一旁的李公公也急忙招呼众人收拾行李，只需要套上车，带上一些贴身物品即可，其他的一概不要。下人们则拿起锣鼓拼命敲打，希望能尽快将消息传递给所有人。孙夫人，你不走，我男人孩子都在这儿，能到哪儿去？说罢，他决然地出了院子。老夫人，您带着家眷坐那2辆，现在就走。等会儿我姑母不跟你们一条路走，你带着孩子跟我们一起走，必要的时候我们能护你。你要明白，孩子绝不能出事。老夫人，怎么安排我心里有数。现在你们快走，咱们分几路走。你经验多，尽量保住自家人就行。几位夫人，麻烦你们请老夫人上马车，把吃的喝的都带足了。这是500两银票，你们想办法藏好。此次一别，生死未知，他日若是能活着再见，希望人都在。多的我也不说了，保重。青宁，一定要活着。闺女，娘收拾好了，咋跑？娘，你们上车，车夫会带着你们到京城，你们就在京城等我，我带着孩子一起去找你们。然而二郎却死活不肯上车，梗着脖子说道：姐，我要留下来跟你一起走。松手啊！不行，我不能让你留下，我们的孩子不能没有爹呀！你瞎说什么呢？我只是想留下和姐一起走。不行，必须马上走！快走，我就在后面，很快就会跟上你们。闺女，等你回来了，娘给你做好吃的。墨云，你跟四胞胎坐一起，请你一定要保护好他们，拜托了。你呢？我带着元宝断后。周木，你跟他们走还是跟我？跟谁都没区别，跟你一起。那就一起。暮云依旧冷静，放心，我们会保护你。走吧。夫人，咱家得保护大主子，您别看咱老胳膊老腿的还能动。李公公留着吧。夫人有所不知啊，咱们这边今年收成不错，但是那些蛮族却遭遇了大旱，几乎是颗粒无收啊。我这里的粮食即使全部加起来，也不够他们吃几天吧。为了这么点东西发动战争，似乎不太可能吧。夫人，咱们这里的粮食只是个引子罢了。李公公，把粮仓烧了。李公公做了个手势，只见不一会儿，远处的粮仓便冒起滚滚浓烟。小虎哥，如果你想跟着我们，那就来吧，但如果你不想，就回到森林去。还有可乐，你也是如此。话音刚落，老虎和可乐立刻跟了上去，他们4条腿快速地倒腾着，速度惊人。马车在雪地中飞速奔驰，车轮扬起一片片雪花，细碎的雪花依然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夫人不必担心，咱们会平安的。不知道这仗能不能打赢？薛将军他们如何了？薛将军活不了，不管理由多充足，他失职了。别怕，我会一直保护你。你错了，应该是我保护你才对。我来这里可不是要成为你的负担。小屁孩，不要乱说话，等你长大了再来谈这些吧。我恐怕没有机会长大了。别瞎说，你还要教导元宝呢。你那么聪明，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一定能够长命百岁。还没等周木继续说话，车身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咚咚咚声响，仿佛有人在车身上敲打着什么。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打破了车内的平静，也让原本就紧张的气氛变得更加凝重。车夫嗓音焦急地喊道：夫人，公公，你们坐好了，小人要加速了。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惊慌和不安。很快，车壁外又响起几道咚咚咚的声音。夫人，马车着火了！马车突然停了下来，车夫喜得大喊：夫人，三王爷带人来了。皇嫂，您可安好？三王爷，您来的真是时候啊。皇嫂还是误会了，本王收到孙夫人的求救信后，便立刻赶来接应你们。原本已经快马加鞭了，但终究还是来迟一步，实在是可惜了那些上等粮食啊。本王赶到时只烧掉了大半，不过皇嫂能有如此魄力，本王深感佩服。我只是不想让这些贼人得逞罢了，收成没了可以再种，那些贼人绝对不能吃我的粮。苏家女眷和我的娘家人呢？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本王已经让人接应他们去了。皇嫂安心，快进马车坐好。只要我还活着，皇嫂定会无恙。皇兄正在赶来的路上，还请皇嫂现在放下心，相信本王。你们说，我们能相信三王爷吗？现在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相信他。是啊，如今咱们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希望一切都能顺利吧。时间1分1秒过去，突然车夫发出一声惨叫，紧接着便是重物撞击地面的沉闷声响，随后再也听不到任何动静。眼前的景象让他大吃一惊，只见他们不知何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身后已不见敌人追逐的身影，三王爷他们更是不知去向。夫人，
别管我，赶紧扔掉我，保护好大公子！快点呐，我们的人已经到了，他们马上就能追上来了。主子也来了，他正在追我们呢。此时马匹已经完全陷入癫狂状态，尽管拖着摇摇欲坠的马车，但仍以惊人的速度狂奔。夫人，放开我，快放开我！死了就死了，没什么大不了。主子，你冷静，咱们可以去山崖下面找，你绝对不能跳下去。放开，放开我！主子，你不要冲动，夫人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我们先去寻找夫人的下落才是最要紧的呀！放开我，我要去找她。主子，你别这样，你这样会把自己也搭进去的。我们可以一起下山崖去找，一定能找到夫人的。主子，请你冷静下来呀！你这么盲目的跳下去毫无意义，我们可以寻找其他路径下去。我坚信夫人和大公子都会平安无事的，只要我们尽快下去，就一定能找到他们。主子，没找到也算是好消息，说不定夫人跟大公子已经平安了。赵成义身子一晃，心中的悲痛无以言表。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怎么可能平安？那马都摔成这样，他们又能好到哪里去？你们继续找，我先带主子找个安全的地方。赵成义醒来时是在庄子上，空气中还弥漫着焦糊味。他皱眉看着熟悉的床幔，呆了一瞬才回神。主子，您终于醒了。我睡了多久？2天2夜。夫人和元宝呢？找到没有？没有。我们已经搜遍了整个崖底，但是我要亲自去找他们。我相信我的妻子和儿子都还活着，他们正在等我去找。主子，您现在身体很虚弱，我们已经派了更多人手去寻找了，就连周围的村落我们都去仔细找了，相信用不了多久，一定能找到夫人和公子的下落。不行，我等不了那么久。您坠马时脸擦伤了，很严重，手指也断了，大夫已经给您接好了，只是接下来你要好好的休养，要不然会留下后遗症的。主子，3王爷在等您，什么时候说话要分几次了？三弟何时这么闲了？皇兄、皇嫂的事，很抱歉，我的妻儿与你何干？老三，收起你那些不该有的小心思，否则别怪我不顾兄弟情义。皇兄，你误会了，我只想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忙的。不必，既然皇兄执意如此，那本王也不再掺和。然而他并没有就此罢休，接着问道：不过如今战事吃紧，薛将军重伤昏迷，皇兄准备如何应对啊？某方派人继续寻找夫人和大公子，召集其他能打的将士，商议战事。皇兄大义，您一直以来都是兄弟们的榜样，本王着实佩服。你这淫妇啊，你好样的！你竟然干出这种恶心事，你是想拖着我一起死吗你？本宫不过养个逗趣的玩意儿，有什么大不了？六皇子木着脸，抽出随身带的匕首，召唤送入小太监的心口。小太监连哼都来不及哼，便没了声息。来人，把这狗东西埋在贵妃娘娘最喜欢的桂花树下，相信来年的桂花酿的酒肯定会很甜。这件事要是传到父皇耳朵里，你觉得他会如何处置你啊？剥皮抽筋，还是直接赐酒，或者是3尺白绫，亦或者直接砍头，或者是乱棍打死？哪一样都不体面，你觉得你能受得住哪样啊？哼，你以为你能威胁得了我？别忘了，你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也是我精心带大的，我们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若本宫倒台，你也别想好过。这些年本宫为了你可谓是殚精竭虑，你竟然如此报答本宫。这些年来，你可曾问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欲壑难填的妄念而已，而不是为了我。当年皇后怎么死的，
你心里最清楚，父皇心里也清楚。你以为他对你有几分真心呢？哼，都这把年纪了，醒醒吧！你这辈子能做到贵妃这个位置，已经算是祖上积德了。要是再闹腾下去，别说这空壳贵妃了，就是冷宫的剩饭都轮不上你。别妄想再拿以前那套来教我，我早已不是当年的我。小时候被你控制，我早就受够了。现在就凭你这丑事，你若是再对我指手画脚，大不了玉石俱焚，谁也别想好活。赵成义的女人跟长子失踪，你如果还有一点脑子，现在立刻派人去找，找到之后就地绞杀，也算是老天开眼。赵成义丢的儿子居然是长子，不用本宫提醒，你应该清楚长子的地位，杀了他们母子。六皇子以一种看神经病的眼神看着杨贵妃，你是不是得了失心疯了？一天天跟个阉人胡闹，是把脑子糊住了吧？皇兄的女人跟长子确实丢了，可你别忘了，那女人可不只生了一个儿子。莫说长子丢了，就算是死了，也不会受什么影响，因为我们兄弟都没有儿子，我们没有儿子。皇兄的儿子不管是长子还是次子，那都是金贵的。那就把他的儿子都杀了。其他皇子没有儿子，连你都没有儿子，凭什么只有他有？既然没有，那就都没有。你真应该好好学学柔妃，把心思放在该放的地方，而不是整日想着一些歪门邪道。我今日便告诉你，我对那个位置不感兴趣，你的谋划我也不感兴趣。这种事情若是再发生，那我不介意亲自到父皇那儿去告发。现在用的只是一个阉人，谁知道你以前用的是不是真的？丢脸丢命时，可别怪儿子不孝。来人，要派人手去找那对母子，给本宫浑水摸鱼，只要找到，立马杀了。娘，我又怀上了，这次跟上次怀毛丫的时候不一样，我觉得肯定是小子。老太太并没有预料中的开心，她随意的嗯了声，轻柔的哄着怀里因为荷花刚才进来咋呼的叫喊而即将惊醒的孙女毛丫。娘，我又怀了，是小子。知道，听见了。老婆子虽然年纪大了，还没聋。娘，你不高兴要抱孙子了？高兴啊，咋不高兴啊？咋非要我给你乐一个，你才能感觉出我高兴？婆婆对孩子好，她就顺势让婆婆跟丫鬟照看着，反正她也想尽早生一个可以依靠的儿子。现在宋大郎在赵成义的安排下进了军营，因为表现好，再加上赵成义的有意提拔，如今也算小有成就。娘，你让孩子自己睡，不能老抱着，要是宠坏了以后谁哄着他？我跟他这么大的时候，我娘都是把我放在田边，自个儿就睡着了，哪里还有人哄？娘，你咋这么看着我？我这身上有啥不妥吗？没，很好。那您咋这么看着我？您这眼神咋这么瘆人？哼，这衣服新做的吧？今儿刚上身，我觉得还不错，趁着肚子还没大起来，先穿着，要不然过了这时节，明年再穿就不好了。老婆子要是没记错的话，这衣裳是墨云的丫头送过来给毛丫做衣裳的吧？还是那什么韩玉绸，说是老贵重了，做出来的衣裳夏天穿着凉快，这颜色孩子穿着也鲜亮，专门给小五和毛丫准备的。小五这边已经做好上身了，毛丫的倒是上你身了。娘，我知道你一直看不上我，我知道我也配不上大郎哥，我也知道我配不上这好料子做衣裳，我这就回去脱下了给毛丫改衣裳。我这当娘的不配穿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她这个闺女行了吧？说话间，她便抹着眼泪转身离开。老太太看着荷花的做派，气得脑子疼。她也不在意怀里睡觉的孩子，更加顾不得不远处玩着的几个孩子，扯着嗓子怒吼：“你给老娘站住！哼，荷花，自从你进了宋家门，你自己说说，我们啥时候亏待你了？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用得好。我闺女觉得你从小没了父母，寄人篱下的过日子，心里肯定苦，所以我这做婆婆的从来就没有跟你提过啥要求，只要你跟大郎能把日子过好，其他的一点小事我也就不放在心上。毕竟现在咱们日子好过了，不比以前一个窝头都要掰几瓣，一家子分的吃。青丫头作为姑姐，对你也算是掏心掏肺了吧？自从青丫头跟元宝失踪之后，你别说担心，你连装都不愿意装一会儿。生了毛丫后，一天天的摆着那张脸，好像我们欠你似的，动不动就流那一点尿水。你真以为我们乐意看你？你自己想想，从毛丫长这么大，你管过她几次？就算她是姑娘，那又咋了？她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一个当娘的都不心疼，你还指望谁去心疼她？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啥，你就是觉得自己小的时候没过啥好日子，就要毛丫跟你小的时候一样。呸，那能一样吗？
一天到晚嘴里叨叨着丫头丫头丫头，你自个儿不是丫头，之前还是嘴上说说，把照顾孩子的事儿全都扔给丫鬟，一天天的就知道捣鼓那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现在倒是越来越出息了，连孩子的这一点衣裳你都要抢。我告诉你，一个女人要是连自己生的孩子都不喜欢，那就不配当娘。你不稀罕丫头，我们宋家稀罕。我不就是做了套衣裳吗？我现在还怀着孩子呢。现在天气这么热，我不过是想让肚子里的孩子好一点，我哪儿错了？我连做件衣裳的权利都没了。这丫头的衣裳前前后后几10套呢，怎么就差这一件了？哭哭哭，一天到晚就知道哭，再好的家也得被你这哭丧的给哭败了。一天天的真是越过越尖哈，那双眼睛跟钩子似的，就瞅着好东西瞄，知道啥东西好就往自个儿身上套，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福分，能不能搂得住这个福。毛丫能有这一点福气，那是因为她穿的一大半衣裳都是小五的，人家小五乐意给毛丫分出点东西，那都是情谊，你算什么东西？你自个儿瞧瞧，你是个安心过日子的人吗？哦，我忘了，你根本就不是个安生过日子的。谁家安生过日子的小姑娘会跑去跟男人钻草垛子？我儿子脑子被屎糊了，你又算什么好东西？跑到老娘跟前耍这一套，也不看看自己是个啥东西。老娘告诉你，老娘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你一天撅什么屁股拉什么屎，老娘看都不看都知道是愁是惜。以前不乐意搭理你，那是因为你好歹还给咱宋家生了个孩子。以后你要是再不知好歹的折腾，那就趁早卷铺盖滚蛋。我宋家蹲不下你这尊大佛，哪里的庙大你就上哪儿去。现在立刻给老娘把这一身衣服脱下来。小五个头大点都做了5身衣裳，你给老娘原样的做过来。要是差一点你就现在滚，别想着跟你男人那儿哭。老娘告诉你，你会哭，老娘也会哭。有本事你就看看咱谁哭得响亮。荷花僵着脸，哭也不是，不哭也不是。娘，您别生气，用了毛丫的料子做衣裳，确实是我的不对，以后我不会再这么做了。这段时间我也是心里着急，这说话的语气才会不好。您是长辈，别跟我计较行不？我这就回去把衣服全都改着给毛丫做，做几件都行。哼，可别，我哪敢做你的长辈呀？你现在是啥人呢？一天天的穿的跟个贵夫人似的，我这种乡下老太太沾你的边儿都怕脏了你的衣裳。滚滚滚，看着你就心烦。姥姥不是骂你们，告诉你们啊，有些人的厚脸皮就是要骂。你们娘以前挺好，现在呀也挺好，就是让你们有本事的爹教得太文雅，啥都讲面子。唉，文雅就等于吃亏，面子是啥？又不能当饭吃。几个孩子听不懂，对于母亲他们也没多少想念了。孩子娘，老大媳妇还有娃子，要是……哼，这种败家媳妇儿，要是不骂她，她都能上天。今天能当着咱们俩的面都能拿毛丫的东西，以后咱们死了，毛丫是不是就得被他卖的吃喝了？你别管，那身歪风邪气要是拔不了，那就赶出去。咱家现在还怕给儿子找不到媳妇儿，看给他能的。不孝顺咱们，那还能说老婆子我不亲？毛丫咋的了？咱家谁不稀罕毛丫？就乐意要毛丫跟他一样才行啊！那脑子让屎糊了吧？他还是到他婶子家里吃馊饭去。听你的，都听你的。没过2天，荷花做了5套衣服送了过来。过来时，她熬得眼睛通红，讨好的看着老太太。娘，这都做好了，全都是照着小五身上的做的。您也知道我的手艺，大姐还夸过呢。回去吧，孩子该睡了。毛丫，娘抱抱。娘，我这2天想了很多，以前是我不对，毛丫是我闺女，以后我会好好对她。今儿个我就把孩子带回去，以后我也不会胡闹了，有啥不懂的就听您的。你这脑子的屎咋突然倒腾干净了？还是你憋着啥？荷花叹了口气，一脸忧伤。娘，大郎哥已经很累了，毛丫我会照顾好，能不能以后别去他跟前说？要是分心出事了咋办？谁说？说啥？昨晚大郎哥回来骂了我，他第一次骂我，不是您说的是谁说的？不就是一块破布吗？您至于让我们夫妻不和吗？我以后不用您受累了还不行？说到这，他抱着孩子就走。专门照顾毛丫的小丫鬟在老太太的催促下，赶紧拿着东西跟上。你跟大郎说话了没？咱家真的娶了个活祖宗进门。当初那也是大郎自己看上的，他自己糊涂，跟人钻了草垛子，坏了人家姑娘的名声，以后过成啥样也怨不着咱。反正咱们还有2郎，还有闺女，咱们以后也不愁养老。就和闺女说的一样，你也别多嘴，大郎对他媳妇上着心呢，万一要是让他们心里记恨了，那以后还得闹腾。唉，咱们老了，凑合活吧，已经比别的人好活太多。不知道荷花会不会照顾那孩子，晚上睡得安不安稳？要不咱们晚上把娃抱回来？老太太也没心思做鞋了，把东西扔到针线筐子里，靠软枕上哼哼道：不管不管，人家当娘的都把人抱走了，咱还管啥？不管，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那可是亲娘。
再说了，还有翠翠那丫头看着呢。那丫头是能看，可荷花那性子，哎呀，万一要是晚上出啥事不让翠翠看咋办呢？我这心里怎么感觉有点慌啊？要不咱们等再晚些过去就把孩子抱过来，她也没照顾过，肯定不顺手，晚上也睡不好。那丫头机灵着呢，就算真的不行，她还能过来找咱们呢。人家当娘的要自己照顾孩子，咱们巴巴的过去把孩子抱回来。这要是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不待见她这个媳妇了。别管，现在我也不乐意管，我就不信她还真能狠心的对孩子咋样。可是我总觉得不放心呐，万一有个啥事可咋办呢？能有啥事啊？最大的事儿也就是照顾烦了，偷偷的掐吧，这能有啥？她自个儿生的自个儿不心疼，咱们能操心多久？老太婆，你怎么了？大半夜的怎么又哭了？唉，我担心咱们的闺女和外孙呐。女婿一直在派人寻找，咱们家二郎也出去找了，可他们究竟去了哪里，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这心里呀，每天像火烧一样难受。老头也沉默了，他下意识地摸索着寻找自己的烟斗，试图用烟草的味道缓解心中的焦虑。就在这时，那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接着就是咚咚咚的敲门声。老夫人，老太爷不好了，小小姐哭闹不止，大夫人还不让奴婢进去。老夫人，您快去看看吧，小小姐哭得不对劲呢。老太太心一沉，连鞋都顾不得穿，跳下床就往外跑。荷花，这娃是咋的了？怎么哭成这样啊？是不是不习惯呢？还是孩子身上不舒坦？要不要找个大夫过来看看？你开门呐！你快开门让我进去！我咋说也比你有经验，我进去看看就行。荷花，快开门呐！外面老太太着急，老头更加着急。他是公公，不方便拍媳妇儿的门。很快，翠翠带了几个护院进来，砸开！娘，您这是要干什么呀？我可是孩子的亲娘啊，难道还会故意去伤害自己的亲生骨肉不成？就你现在这做派，不知情的人恐怕还真会误以为我是个狠心的后娘呢。面对荷花的质问，老太太却丝毫不为所动，她阴沉着脸，几乎是以一种近乎蛮横的方式强行从荷花手中夺过正哭得伤心欲绝的毛丫。说来也怪，当毛丫感受到这个熟悉而温暖的怀抱时，她的哭声渐渐变得不再那么凄厉。到底怎么样啊？若是你无法诊断出病因，要不要将你的祖父请来呢？毕竟论经验，他可比你要丰富得多呀。娘，这孩子不过是骤然间更换了环境，不太适应，所以才哭泣罢了。待他逐渐习惯之后，自然便不会再哭闹了。也就只有您整日里这样大惊小怪的。要不我再查查，不过孩子的衣服要脱掉。娘，你在干什么？毛丫是姑娘，你怎么能在一个男人面前脱她的衣服？你怎么能让男人看到她的身子？你还顾不顾她的名声了？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你让她以后还怎么嫁人？平日里说的咋好听，现在看来都是装的吧？不行，我是孩子娘，我绝对不允许你们害了孩子。出去，现在都出去！放你娘的屁！翠翠，把孩子抱走，让小大夫检查。今儿个我倒要看看你心虚啥。起初，荷花只是不停地咒骂着翠翠和那位无辜的小大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情绪愈发失控，竟然开始对老太太破口大骂起来。检查，现在查出啥了？你给我说说。没啥本事，还一天天的看病，丢人！我去找祖父。说着，他都不顾外面的大雨，连雨伞都没打，便冲了出去。老大夫很快就被带来。放着吧，老朽看看，这是肚子里有针。老太太活到这般岁数，啥没见过，只消片刻功夫，她便洞悉了其中要害。此乃民间流传的一种低劣邪术，本以为早已销声匿迹，未曾想时至今日竟仍有人使用。这叫截断子嗣运，需以亲生子作为祭品，3寸长针放在小腹，断了日后所有的子嗣缘分，来换取一个男孩。可是此乃阴险恶毒之邪术啊，其成功率微乎其微，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任何依据。绝大多数情况，那些无辜的孩子们根本无法支撑到最终的关键的一步，便会夭折。往昔之时，仅仅只是有所耳闻罢了，未曾料到今日竟能亲身目睹这般惨状啊！作孽呀，真是作孽呀！老婆子，我上辈子究竟造了什么孽呀？我如今身怀6甲，万万受不得惊啊！娘，您一向心地善良，为何却这般容不下我呢？难不成您不想抱孙子了吗？给我狠狠地打那张脸！
只见荷花被打得凄惨无比，口中不断发出阵阵惨嚎。行了，只是终究是伤了，以后要慢慢养着。老太太连连点头，抱着孩子亲了亲。对于已经昏迷的荷花压根儿不管。就在这时，院门突然被撞开，几个士兵抬着一个担架冲进来，宋大郎在上面躺着，还有2个士兵给他打着伞。赵成义满身狼狈，在后面跟着，脸色凝重。岳母，请您当心，对不住岳母，此次若非舅兄舍命相助，恐怕我的性命早已难保。舅兄伤势过重，怕是要养息10日。该救，救得好！要是不救，我才要抽他呢。女婿啊，你看着也受伤了，要不回去歇着？舅兄先在家里休养，等他康复，我会安排。不着急，咱自家……不，咱们相信你不会亏待。孩子病了？没事，已经没事了。大郎哥，你怎么了？你怎么能丢下我跟孩子？你还没见儿子呢，你怎么能就这么走了？你怎么能这么狠心？你在回家里拼死拼活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欺负我，就是因为我没有娘家。现在你一声不吭的走了，你让我们孤儿寡母的以后还咋活呀？你怎么不连我们一块儿都带走了，免得受人欺负啊？女婿啊，你先回屋去瞧瞧那几个孩子吧，我这边稍作收拾一下。没过多久，整个屋子里便只剩下荷花扑倒在大郎身上发出的阵阵呜咽抽泣之声。荷花，让你失望了，不过我的儿子并没有死。我，荷花，你走吧，我们宋家庙小，经不起折腾。你放心，不会亏待你。你要把我扫地出门，就为了一个丫头片子要赶我走？我怀着你家的孙子，你要赶我走？你还有没有良心？刚才大夫说了，毛丫落下了病根，能活几天那看命，以后还要好药熬着。大郎没死，身子不行了，以后要人端屎端尿的伺候，这个家撑不住啊。荷花愣住了，僵硬的转头看着大郎，又低着头小声道：家里有丫鬟，哪里有我亲自伺候？你要丫鬟给自己男人端尿端屎擦身子，又不能做啥，有啥不放心的？我现在怀着儿子，以后就是大郎哥唯一的儿子，我不能抛弃他。哼，你为了你肚子里那块不知是圆是扁的肉，把那长针扎到毛丫身上时，怎么就不想想他是你的孩子，是你身上的肉？我只是想万无一失，大郎哥越来越好，我连个儿子都没有，万一他以后不要我了，我还有儿子。现在好了，大郎哥废了，我也不担心了，我会生下儿子，跟他好好过日子。把孩子生下，给你100两银，往后我们宋家就不耽误你了。你打发叫花子呢？就那么点银子，还不够我裁几件衣裳。我会一直留在宋家，大郎活着，我就是长嫂，往后宋家就都是我的。别以为我不知道，宋清宁给了你们500亩良田，就那田里的息1年都不止100两，你还真把我当傻子呀？老太太扫了床上拳头捏紧的儿子，眼里全是复杂。就算宋清宁回来，他男人也不会不管这个家，往后他就是稍稍帮帮，我儿子还能入朝为官，说不定我还能捞个诰命夫人。这大好的日子就在等着我呢，我凭什么离开？我告诉你，就算是耗，我也要耗在这个家里。就算是宋大郎死了，我也不可能走。我有儿子，你们不能赶我走。雪梅迟早要嫁人，二郎那个秉性，恐怕连媳妇儿都娶不着。以后你们老两口还得靠我养老呢。现在你们识相点，往后我或许还会给你们一碗饭吃。就这个家里现在这个样子，只要我伺候好大郎，就算他走了，以后也再把你们伺候好，守着寡，照顾孩子，撑着家，谁不会夸我一句贤良？等我儿子出息了，我就是老太君。你想的倒是挺远。恶妇啊，我真是有眼无珠啊！今日我便要给你一纸休书，我宋家绝不能容下你这等恶毒之人。当荷花瞥见宋大郎苏醒过来的那一刹那，他那张已经面目全非的面容瞬间被惊恐所占据。大郎，你现在已经残废了，除了我之外没人再真心对你。我知道我刚才胡说八道的那些话让你伤心了，可我发誓，那些我真的只是胡说的。你以后安心在床上躺着，我会让人好好的伺候你，绝对不会让你受什么苦。大郎，娘跟你爹先回了。娘，我该怎么办呢？大郎，日子是你自己的，我这做娘的能跟你搭把手看个孩子就行，以后也不指望你养老送终，你自己看着办吧。老两口离开之后，荷花自觉有了更好的发挥空间。你走吧，至于你肚子里的孩子，你乐意生就生，生下来我宋家自会养。你就这么容不得我吗？我是你的妻子啊，我们是夫妻啊，
你听了外人一句话，你就不要我了。走吧，娘给你多少你就拿着，你要是不稀罕，那就拿走你进门时的嫁妆。大郎，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有一些误会没关系，我先回我婶子那儿去，等你想通了，咱们再好好的过。我现在就走，你好好养身子。说着他转身就跑，没听到宋大郎的挽留之后，心更是灰尘一片，跑得更快。姐，你在哪儿啊？想母亲吗？主子，有夫人消息了，乖乖睡。为父前去忙，据探子来报，我们发现夫人和大公子正在姑苏小镇的集市上售卖蘑菇。赵成义不禁皱起眉头，满脸狐疑地问道：夫人卖蘑菇？能够如此确切的认定，也多亏大公子。原本探子们打算给夫人留下一些钱财，但夫人却误将他们当作是人贩子，就让他们暂且守在那儿吧。待我这2日安排妥当一些事务后，便前去迎接他们母子2人归来。算了，还是由你亲自走一趟吧。莫风听闻此言，毫不犹豫地再次颔首表示遵命。娘，你叫我娘？婆婆，娘醒了！太好了，终于醒过来了，真是谢天谢地呀！夫人稍等片刻，老奴马上给您把药端来。没过多久，妇人就手托着一个托盘回到屋里。夫人总算是醒来了，赶紧趁热把药喝下吧。这到底是什么药啊？如今已然苏醒过来，难道还需要继续服用此药吗？夫人啊，您的身体向来虚弱，这可是主子爷特意为您寻觅而来的上乘补药呢，其中所包含的皆是最为上等的珍贵药材呀。夫人不必为此忧心忡忡，这药味道重了些，对身子确实好。自从您昏迷至今已有半载时光，老奴每日都会按时按点的为您喂食3次，您的身子眼看着就好起来了。夫人，药凉了，快些用吧。娘，喝药好得快。面对妇人跟元宝那殷切的眼神，他咬了咬牙，端起碗，仰头一饮而尽。这药似乎并不太苦。夫人呐，您可别被这药味给吓到了。虽说它闻起来苦，但实际上口感极佳呢。当初老奴可是亲自尝试过后，才敢放心的喂给您。这不，经过这半年的调养，如今您的身子可是大好。感觉好多了，我得起来活动活动筋骨。有吃的吗？总不能光喝药吧？夫人千万小心，您已经卧床休养整整半年，只怕身体一时间难以适应，还是先慢慢坐起，稍作歇息再走走吧。好了，可以了，我能自己走动了，快去帮我找点吃的。妇人应诺一声，端起托盘转身离去。来，小家伙儿，快过来告诉娘亲，你叫什么名字啊？娘，我叫元宝。明明不记得，却是止不住的心疼，眼睛也湿润起来。等他回过神来时，早已泪流满面。别怕，娘在呢。夫人，饭食做好了。我说这位，不对，应该叫您周婆婆才对。我如今可是个病号啊，又不是在坐月子，怎么连块肉都没得吃啊？难不成家里已经穷得叮当响，没钱买肉了？这个月的开销着实所剩无几了，等到了月底呀，自然会有人送来银钱。届时不管夫人您想吃啥，老奴都会尽心尽力的去做给您吃。只是眼下嘛，您最要紧的还是调养好自己的身体，毕竟您身子骨太虚了些，不太适宜进食那些过于油腻的食物啊。其实这饭菜已经很好了，普通庄户人家都吃不得。他呢？他没饭吃吗？夫人请放心，小公子有专门的饭食，现在时间还早，等到了合适的时候，老奴自然会给小公子准备好食物的。宋庆宁快速的几口扒拉完这些毫无油水的饭菜后，摸了摸自己的肚子，总是感觉不太对劲。夫人您先休息一下吧，老奴还有其他的活儿需要去处理。你不想出去玩玩吗？我不想去。宋庆宁牵起元宝的手，一同走出房门。他环顾四周，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这个院子看起来实在是太过简陋和贫穷了。穷。虽然他忘记了很多事情，但并不代表他傻。这样的院子竟然还有人伺候，这显然很不正常。而且刚才周婆婆提到钱用光了时，她脸上流露出明显的不自在神情。周婆婆，再过几天是月底，还有2天，这2天就委屈夫人了。不委屈，就咱们这院子能有口吃的已经算是不错了。接下来2天，每天3顿药，每顿药的味道居然还不一样。周婆婆对于她吃药看得非常严，其他的倒是不会管。她适应了2天后，就到了周婆婆所说的有人送钱的日子。不行，这次你不能再拿了，那我已经醒了。他之前还跟我要吃好的，你把这些拿走了，接下来1个月我们又要喝粥了。哼，喝粥不行吗？这村子里女人能喝到粥，那都是享福。行了，多给你留半两，走了。听到这儿，接下来就是脚步离开的声音。婆婆，今天吃啥？夫人想吃什么？红烧鱼、炖排骨、猪蹄、
大羊排，最后再给我弄个王八汤补补。要不咱们分开做，这样做的太多了，您也吃不完呐。这么好的东西总不能糟蹋了吧？我就乐意看着一桌子饭菜吃一半扔一半。怎么不会做吗？行，那老奴现在就去集市买东西，晚上就给您做。孩子爹呢？夫人，您是不是记起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忘了？您当初遇了意外，头上碰了好几个血窟窿，光看着就吓人。大夫说过，您可能会忘记以前的事情，所以老奴才这么猜测。那你倒是挺会猜。夫人歇着吧，灶房里有做好的饭菜，您可以带着小公子一起吃。老奴要去集市买东西了。娘，是不是饿了？娘给你做好吃的。好。随着火势渐旺，锅里的猪油开始融化，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宋清宁舀起一勺面糊，小心地倒入锅中，再用铲子轻轻地将其摊平。娘，破了。没事，破了也能吃。吃。元宝天真的点点头，显然对食物并没有太多挑剔。元宝吃的小嘴黑乎乎的，看着宋清宁还做，也没说话，继续大口吃。你们吃。叫狗子的男孩脸色微变，赶紧后退。不用，我不饿。要是不嫌焦，就吃吧。见院子里的小孩都拿着饼不吃，心里不解。你们怎么不吃？我带回去给弟弟跟娘。吃了饭，收拾了厨房，他闲得无聊，就把唯一的椅子搬到院子里，坐在凉荫下看着孩子玩。不知不觉他给睡着了。你们这些小崽子干啥呢？快回去，这里不是你们能来的。一进院子就闻到了一股子香味，他脸色微变，赶紧跑去厨房。当他看到柜子里那12个鸡蛋已经没了，面粉也只留了个底子，厨房里那久未散去的香味让他有些心疼。夫人，难道是老奴做的饭菜不合您的胃口吗？不是，只是突然想给孩子们做点吃的罢了。怎么，我不能动灶房的东西吗？没有，夫人，您可是主子，怎么会有什么东西是您不能动的呢？不过什么？不过吧，老奴觉得有些话还是要和夫人说一说。那些孩子就跟外面的野猫野狗似的，只要闻到哪家有好吃的，就会跑过来蹭一点。如果他们这次尝到了甜头，以后恐怕会天天跑来。这么说来，是我做错了，还是说我应该听你的安排？夫人，您可千万别误会呀，老奴绝无此意。您是主子，哪能让老奴来安排呢？夫人，您可能还不知道，村子里的孩子就这样，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们经常吃不饱穿不暖，只能到处扒拉吃食，没脸没皮。老奴也是怕这些小孩伤到您跟小公子，不过是口吃的，元宝开心，给就给了。夫人，您是心善，但您也得考虑考虑自己的处境啊。您现在身子弱，如果不小心出了什么事，那后果可不堪设想啊。你的意思是我要听你的？夫人，您这是折杀老奴啊！要是让主子爷知道了，哪怕老奴再尽心竭力，也会要了老奴的命啊！你要是死了，会不会再换个人伺候？会，只是未必有老奴尽心。东西买回来了，那就去做，我下午就要吃的，要不然就是怠慢。这药您还是喝了吧，否则让老奴很难办呢。怎么，你还要强来？咱们互相理解，对谁都好。我是没了记忆，可不是没了智商。按理说你是奴，我是主，怎么算都不能做到互相理解。你要是觉得我难伺候，可以不干，毕竟我也不稀罕你。夫人，您确定不吃吗？我拒绝的还不够明显吗？我今天不想吃，既如此，那便不吃吧。说着，他端了药回屋，继续做饭。宋清宁小脸紧绷，并没有觉得自己赢了。现在他100%确定，这里有问题，这个婆子有问题，自己有问题。至于元宝，他心里觉得可以相信。周婆婆看着一桌子几乎没怎么动过的饭菜，心疼道：这好东西都糟蹋了，要是一天做一样，吃个10来天都没问题。唉，夫人，粮食不是这么浪费的，很多人一辈子连个荤腥都沾不到，做人要惜福才是。够了，夫人，把药用了吧，您中午都没用。只听啪的一声，周婆婆不说话了，叹着气走了。怎么不睡了？你是周婆婆嘴里的那个主子爷？还疼吗？都好成坑了，疼什么疼？你能离远一点吗？我实在不习惯闻别人的口水味。你倒是依旧心直口快啊！你还没说你是谁？我是你的夫君。我对你一点印象都没。喂，只要以后你记着我就行，只要你记着我是你夫君就行。你看，就算我的脑子现在不太正常，我也能想来，你的身份并不简单。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将我丢在这地方？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根本不信。你想与我回府吗？我觉得这儿挺好。夫人，既然你的身子已经好了，再给我生个孩子可好？等等，你这也太直接了吧！说句不好听的，我忘了你，那就等于不认识你。这也算是第一次见面就提这种出格的要求，你这委实过于着急了吧？再说了，我有儿子，一个娃养着也挺好的，目前不打算再生。行，
不着急，等你准备好之后再生，我等得了。不喜欢吃药？瞧你这话说的，谁家好人乐意天天吃药？那药的味儿，想必你自个儿也清楚。那一碗下去还吃啥饭呢？再说了，我觉得我现在的身体很好，根本就没有必要再吃。所以我觉得那药可以停了，以后不必再吃了。好，不吃就不吃，知道你不喜欢的味儿。特意给你做成了小粒，你只吃1粒便可。你的身子弱，比不了药，我特意选了袋放了不少糖，试试看。你也吃一个，好吃吗？男人点头。青青喂的就是毒药也好吃。青青，你要信我。旁人的话不能信，你可明白？什么叫旁人？到时候你自会知晓。乖，张嘴。在他吃过药后，一下午的心口烦闷居然有所缓解。他隐隐觉得不对劲儿，又觉得自己误会了周婆婆。你不睡吗？青青是在邀请我吗？你还走吗？你想让我走？你随意。守在门口的卫东欲言又止，终究不敢说话。主子回去之后，清理了所有没有子嗣的妾室，加上已经死了的，府中如今才只有3位，而他们也都是打小伺候的老人，如今留着也只是下人而已。对于主子偷偷把宋清明藏起来这件事情，他每次想到都觉得心脏狂跳。卫东，他现在是我的了。主子，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万一要是被找着，您准备怎么收场？毕竟当初您趁乱偷人，着实不厚道啊。只要他有了本王的孩子，本王就是去求，也要把他求回家。主子，属下见人家根本就没对你有那意思，而且大夫也说了，他的身体好的离谱，药一断，怕是就露馅了。他跟那位感情那么好，能乐意留下吗？要不咱还是把人送回去吧。这时候您装着把人找到送回去，还能得个人情。天下女人这么多，你也没必要非揪着他呀。主要是属下这心里不踏实啊，本王会让他只记得我一人。卫东，让人去京郊的玉锦山庄收拾出来，1个月后夫人搬家。婆婆说过，娘亲在睡觉的时候不能吵。爹来了吗？昨晚来过，已经走了。没关系，应该还会再来，到时候你再看。哎，坏了，忘了跟那人要点钱了。咱们现在身上没钱，都硬气不起来。娘，我的钱给你。儿子，咱们想想办法赚钱吧，找婆婆要。走，周婆婆，你有钱吗？夫人，你要置办东西啊，老奴给您跑一趟吧。您看您要什么，老奴给您做好了饭食就去，保证给您买最好的。没什么特别要买的东西，我只是想自己去镇子上转转。前2天听村里的那些妇人说镇子上挺热闹，我就想着家里待久了，出去走走。你就说你有没有银子，有的话给我点儿，没有的话我自己想办法。唉，夫人，您可真是个固执的人呐！您与那些山野村妇不同，您的身子娇贵，而且还没有完全康复，怎能随意跑动？您需要好好调养，待身体恢复后再做打算。镇上有什么好看的？就有几家店铺而已。如果您真想出去散步，可以等到身体痊愈后，让主子爷带您去更好的地方游玩。宋清宁不愿再听周婆婆唠叨，拉起元宝就走出院子。夫人，您不要太任性了，如果在途中晕倒，老奴可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呢。娘，咱们抓鱼炸着吃。河里好像没鱼。这位夫人，这河里确实没大鱼，不过小鱼倒是不少，平日里都是孩子们捞着玩的。山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到镇上去卖的吗？夫人，您这是要上山找野物？夫人，您说的这是什么玩笑话？我就是问问，没别的意思。夫人，我们这里虽然靠着山，但山上可没什么好东西能拿出去卖呀，就是些普通的野菜野果，不值几个钱，而且山里还有野兽，很危险的，您可千万不要乱跑。万一要是伤着了，捡到的那些东西还不够看病吃药的呢。像您这样贵重的夫人，哪里需要到山上去讨活路？不知道，只是觉得银子不在自己兜里不踏实。您这样的夫人，家里有伺候的人，哪里需要自己管银子？我可不是什么夫人，就是个普通的人罢了。娘，快给我编个兔子吧。娘，蘑菇炒着吃。宝儿，炒蘑菇好吃吗？好吃啊。好吃，那咱们卖蘑菇去。咱不吃了。上次叔叔吃了蘑菇还跟门说话呢，吃了蘑菇还能有这本事？那咱们回家尝尝。宝儿，把衣服脱了，咱把你的衣服做成布兜子，把这些蘑菇带回去，等卖了钱，娘给你买好衣裳。宝儿，走，咱回家吃炒蘑菇去，看看能不能跟门说话。娘，能说话咋样？嗨，能说话的话，咱们还能跟人家说咱们的蘑菇不一样啊。那我也要吃。行，吃。周婆婆看着元宝只穿1件裤子，目瞪口呆。小公子，您的衣裳。哎呦，夫人，您咋把这有毒的东西拿回来了？您可行了吧？我家宝说这能吃，我一会儿就炒1碗尝尝。哎呦，不行啊，这个东西不能吃，吃了会死人的。夫人，你一定要听老奴的话，千万不能这么任性，随便吃这些东西啊。那时候连大夫都来不及救治，人就这样突然没了。所以夫人，您一定不能吃啊。
蘑菇，卖蘑菇，不好吃不要钱。蘑菇啊，怎么从来没见有人卖啊？这是我在山上采的野蘑菇，可好吃了，你们买点回去尝尝吧。这蘑菇真香啊！你确定这些都是好的，吃了不会出现问题吧？要是能确定的话，我就买一些，全都给家里主子尝尝鲜。没问题，肯定没问题。昨天晚上我已经吃过了，那我跟我儿子都吃了，现在还好好的，肯定没问题。你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尝一尝，这很好吃的。说着，他还把碗上的盖子揭开，让婆子看一看，尝一尝。那给我来几斤吧。怎么卖的？5万？那就来2斤，赏你的，总不能让你亏了。当然，看的人更多。一只手的中午，宋清宁数了一下手里的铜板，只有80几个。突然，摊子前站了2个面相凶狠，一看就不是好人的高壮汉子。你们买蘑菇？不，咋卖呀？都要了，这些钱够不够啊？不卖，剩下的都不卖了，我回家自己吃。你别误会啊，我们之所以都买了，是因为我们人多，我们真的没什么坏心思。宋清宁嘴角微抽，很想说一句：你们长得就不像好人，谁家坏人会说自己是坏人？可巧了，我家里人也多着，剩下的我得回去自己吃，你们可以去买其他的。就这样啊，银子你们收着，你们的钱我赚不了。两人眼睁睁地看着宋青年的身影消失，对视一眼后，立刻毫不犹豫地追了上去。夫人，您怎么这么着急忙慌的？难道后面有人追赶吗？没有，我只是想快点回来。那你明儿还去吗？肯定去啊，今儿我可是卖了不少铜钱呢，等过2天就能得不少钱。还真有人买这不值钱还要命的东西。哼，不管值不值钱，也没让你买。随意贬低别人的东西，会给你带来成就感吗？要是嘴疼了，可以到外面的墙上磨一磨，没必要到我这儿来磨。你没钱了，居然带着大公子卖蘑菇。这个声音听起来有些熟悉，但一时间却想不起来是谁。你是谁？莫风，你夫君的侍卫。夫君？那人呢？明日到，现在带着公子跟我走。这话说的，怎么跟抢人似的？青青，过来。三王爷，你这偷人偷到我们家主子家里，可真是好手段。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嘲讽和敌意，让宋清宁不禁心生警惕。三王爷嘴角含着笑，他没有丝毫的废话，手中的扇子在空中轻点，立马有一大群黑衣人不知从哪个角落冲出来围着，将莫风围了个水泄不通。在打斗时，又冲出来10来个人加入战斗。别怕，这废土伤不了你，我带你回家，我不会让人把你抢走。睡吧，醒来后你就只是我的了。与此同时，他的耳边响起一道愤怒的嘶吼：宋清宁，你居然敢背叛主子！三王爷抱着宋清宁上了马车，转身之际看着莫风愤恨的眼神，嗓音冷淡道：你若是不依不饶，别怪本王不顾情面。浑身是血的莫风快要气炸了，他没有发现宋清宁的异样，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三王爷抱上马车，居然没有丝毫反抗，心里觉得宋清宁是犯了以前的老毛病。你休想，只要我还活着，你休想把他带走。三王爷冈本不屑与他多言，放下车帘，让马夫赶车。莫风，你现在拦不住我家主子的，看来你也清楚你家主子做的事情是有多么无耻啊！你这又是何必呢？平白没了性命。说罢，他转身就走。莫风气得浑身发抖，他知道今天可能无法逃脱，但他还是决定拼一把，使出更凶狠的招数，每一刀都带着致命的威胁，试图夺取敌人的性命。你的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王爷，我已经用了足够剂量的药了，要是再加大药量，他很可能会变成傻子啊！哎呀，真是奇怪啊！这位夫人的身体与其他人完全不同，实在是太奇特了。别人只需要服用1次药物就能解决问题，但是这位夫人却需要每天服药才能维持效果。一旦停药，这药效就会迅速消失。这种情况老朽还当真没见过呀。不过，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得要王爷牺牲了。说吧。老头从怀中掏出了一个精致的盒子，小心翼翼地递给了三王爷。这是洗尘丹。也是老朽压箱底儿的东西了，需要用王爷您的心头血作为药引，然后让夫人服下。只要这么做，就能彻底解决问题了。三王爷接过盒子，缓缓地打开盖子，只见盒子里静静地躺着一颗红色的药丸，散发着奇异而迷人的香气。真的能确定不会出现任何差错吗？老夫保证，绝对万无一失。过了一会儿，他的目光移向了熟睡中的宋清宁，或许可以试一试。这样想着，他毫不犹豫地开始行动起来，解开了上衣，露出了结实的胸膛。接着，他迅速抽出随身携带的锋利匕首，毫不迟疑地刺向自己的胸口。紧接着，又是一阵密集的马蹄声传来，如闷雷般滚滚而至，仿佛要将这片大地都踏碎一般。赵成义和莫风仅仅相差了半天时间，但即便他竭尽全力的追赶，最终还是晚来了一步。这就是你的目的，皇兄，好久不见。不过这次你可猜错了，我与青青乃是真心相爱，两情相悦。皇兄如此深明大义，想必一定会成全我们这段美好姻缘吧？哼，老三，你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呀！抢了我的妻儿，还说成全？哼，你何时变得如此厚颜无耻了？皇兄，仔细想起来，你还真是好命。你乃宫中嫡子，
自出生便是太子，父皇更是对你倾尽心血，悉心教导你帝王之道，而我们这些兄弟不过是稳固江山社稷的棋子罢了。这么多年来，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却始终难以望其项背。但这也怪不得别人，毕竟你自身确实争气，可是老天似乎格外眷顾你啊！凭什么你拥有一切，而我连一个孩子都要去偷？他深吸一口气，语气诚恳的道：皇兄，只要你将他让给我，从今往后我定会尽心尽力辅佐于你，绝无二心。你休想！话音未落，他脚尖轻点马背，身形如飞燕般腾空而起，手中长剑闪烁着寒光，直直的朝三王爷的要害刺去。与此同时，三王爷扬起马鞭，用力抽打在马屁股上，马匹吃痛，嘶鸣一声向前狂奔而去。你要干什么？接着，他迅速转过头去查看孩子，发现孩子安然无恙的熟睡后，他才松了口气。青青，把这个药丸吃了，然后我带你回府。青青，我不会伤你，可是你要听话，就这一次，以后我听你的，可好？不等宋清宁说话，马儿突然嘶吼一声，居然停了下来，车身剧烈摇晃。宋清宁猛地推开男人，抱着孩子掀开帘子就朝着外面跳。刚追上来的赵成义看着宋清宁抱着孩子跳出来了，想都没想，往前一扑，抱着母子俩就地一滚。哎呀，这人压我胸都好一会儿了，咋还不松开呢？我要是敢明说，早就开骂了好吧？就算是救人，也要有点边界感吧。刚才是无意的，这会儿呢，看，都说手指了，没完没了了吧？青青有没有受伤？这位壮士，你能不能先把手松开呀？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没关系，这样挺好的。这恐怕不太好吧？我们这样亲密接触，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赵成义见他如此紧张，忍不住亲了亲他的脸。不会，别装睡了啊。爷，你终于打仗回来啦。宋清宁目瞪口呆，指了指马车里神色阴郁的三王爷。元宝，那他是谁？叔叔啊。娘，你不认识叔叔啦？赵成义自然看出宋清宁的不对劲。老三，我对你很失望，皇兄，她已经是我的女人了。赵成义面无表情的冷冷扫了三王爷一眼。我真后悔之前的犹豫，如果早知道会是这样，还不如……爹，为什么要打叔叔？因为做了错事，所以要挨打。走吧，我们回家，孩子们还在家里等着我们。叔叔，下次可不要再做错事啦。随着马蹄声响，他们逐渐消失在远方。一个冷面黑衣的男人冷冷道：三王爷，请吧。三王爷看着天上层层叠叠如同棉花团一样的云，微眯着眼睛，随即勾唇浅笑。赵成义带着宋清宁跟元宝走了一会儿后就减了速度。青青，没什么要说的吗？说什么？我能说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啊！谁知道这年头还有人随便给人当爹的？我睡了半年醒来，我能知道啥？脑子早就碰坏了，比钱包还空，啥都说不出来了。想知道点不一样的，还不如问问元宝呢。这人好冒昧啊！谁来救救我？怎么专门掐我腰上的痒痒肉啊？说什么？算了，回来就好。走了没多久之后，赵成义就带着他们母子坐上了马车。接下来几天，他们一直在马车上度过。我操，周牧！青青，孩子爹，想起来了，喝点水润润嗓子。赵成义接过碗，先让元宝喝，真好喝。周牧呢？我也不知道，也不知道他还活着不。唉，终究是我没护好他，要死了！周牧在空间呢。当初把他扔在空间，这都半年了，也不知道那小孩咋样了。宋清宁啊，宋清宁，你咋能睡半年呢？不行，等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尿遁去空间看看，看看那小家伙咋样了。赵成义愣住了，眼里含着莫名的情绪，看着偏头装睡的宋清宁，眉头紧皱，心中了然，这就是他一直藏着的秘密吧。此时他心中充满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居然还能进去？他还真想看看。你这是饿了？那你们吃，随便吃。娘，你藏哪儿了？你猜。青青，以后别在孩子跟前拿。他是我儿子，怕什么？人心难测，孩子也会长大。大家都很好，我们一直在等你们回来呢。他的语气中透露一种温馨和安慰。然而此刻的宋清宁心中一直挂念着周牧，根本没有心思理会这对父子。终于到达了一家客栈，宋清宁感到一阵轻松，他立刻让赵成义带着孩子去休息，然后借口要上厕所，匆匆忙忙地朝着客栈后院奔去。负责保护他的2名侍卫以为他吃坏了肚子，急忙跟随着他一起跑过去。厕所的门被重重地关上，发出咣当一声巨响。宋清宁站在里面，大声喊道：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你们不许催促。他的声音中带着些许紧张和急切。门外的2人面面相觑，尽职尽责地守在外面。宋清宁进入厕所后，闪入了空间之中。仅仅过去了半年时间，整个空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怎么才来啊？这到底什么鬼地方啊？我已经在这里走了18年了，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孤独寂寞冷啊！你知道我这18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吗？我真的担心再熬个18年，我就要死在这儿了。到底到哪儿了？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一点儿都没有变呢？宋清宁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男人。周牧，你不认识我了？你长得挺快哈。周牧身子一僵，立马站起来冲回屋子，没一会儿出来就穿着一身月白色的袍子，头发也梳了起来，看起来人模人样。说说吧，你为什么一点也没变？别告诉我你驻颜有术。我现在已经快30了，不再是个孩子。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庄园罢了。话说这些地都是你种的吗？我一开始在这里跑了5年，但却从未遇到过任何人。后来我回到这里开始种地，并时常外出走动。可惜我无论走多远，始终都找不到出路。这里既没有人烟，也没有其他的庄子，而且这里很奇怪，除了原来有的田地，其他地方都是草坪。我试着开荒，第2天就会恢复原样。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折腾，要不是有这些田地，库房里有书，我早就疯了。那你想离开吗？离开？离开。那走吧。还得等等，我出去一会儿进来找你。说话间，他转身，瞬间消失在原地。周牧看着宋清宁消失的地方，眼里闪过失落，薄唇轻动。又走了。宋清宁出了空间，差点一脚踩空，他后怕地拍着胸脯，庆幸自己没有掉下去，迅速推开门，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他怕自己再晚一点，周牧就老了。宋清宁一口气跑回客栈房间。孩子爹，有件事情我得告诉你。说来听听。你应该知道我有个可以存放物品的地方吧？就是那个当时发生了意外，我只来得及将周牧丢进去，结果这一睡就是半年，等醒来才想起这件事儿。后来我就进去看了一眼，你猜猜看发生了什么？迎上赵成义充满好奇的眼神。那孩子居然一眨眼就长大了。长大了？没错，他现在已经20多岁了。我们这里的时间和那里的时间不太一样，原本我以为只有蔬菜和粮食长得快，没想到实际上是那里的时间流速更快。带我去看看怎么样？这样不太好吧？要不我还是把他带出来吧。那孩子小的时候挺通情达理的，现在你给他解释解释，他肯定会听，毕竟你是他的主子，你的话他不得不听。青青，你不信我？哪里不信了？我要是不信你，还能给你把底子都全抖了。就是那地方太神奇，周牧刚才情绪不对劲，我怕刺激了他。放心，他交给我。宋清宁深吸一口气，拉着赵成义的手，下一瞬他们就站到了空间的院子外。周牧，我来接你了。房门应声而开，周牧缓缓走出来。这次他的状态很不好，及腰的长发随意披散着，胡子拉碴，眼眶通红，好像还瘦了不少。看到院子外的3人后，有瞬间的失神，就退2步，不敢置信的摇头，嘴里一直呢喃着不可能。周牧，你怎么了？周牧身子一僵，嘴角勾起一抹凄然的笑。5天来得挺快啊。看着周牧有些疯癫的模样，宋清宁眼泪差点掉下来，心里升起浓浓的愧疚。对不起。说对不起有什么用？这里到底是什么鬼地方？你到底把我扔到了什么地方？为什么你们都没变？为什么只有我变了？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我这18年过得不是假的，可你们的样子也不是假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什么是真的？你告诉我到底什么是真的？怎么就没变啊？为什么你们没变，就我变了？周牧越来越激动。我以为看见你只是在做梦，你突然又消失了。你说要我等你一会儿，可为什么这一会儿就是整整5天？你知道吗？这5天我都不敢合眼。当年你突然把我扔到这地方，我熬了这么多年，我好不容易说服自己一个人也能好好活着，可你为什么又突然出现，又突然离开？周牧崩溃又委屈，看着周牧哭成这样，宋清宁更加内疚，他只好把求救的目光放在赵成义身上。起来吧，进屋说。周牧擦了擦眼泪，起身推门而入。一进门，宋清宁只觉得天都塌了。周牧，我的家具呢？那些破铜烂铁都太难看了，我自己做了一套。你还真是多才多艺哈。我之所以做这些东西，那是想着要住一辈子。当时我就想着，就算一个人，那也得按照我自己的喜好活着。宋清宁轻轻推开了厚重的大门，一眼就看到了门口堆着的许多家具。娘，这里是什么地方？好大呀，好多东西我都没见过。还好当初没有把你一起送进来，要不然我真的没法想象周末的日子咋过，也不能接受一个比我还大的儿子。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就只剩粮食，并且数量可观。娘，过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好漂亮！宋清宁听到儿子的呼唤声，快步走到他身边，只见元宝坐在一辆车的引擎盖上，好奇地摸着。这辆车是他当初为了应对末世而购买的。根据末世小说中的情节，他特意挑选了这辆昂贵的车辆，并将其视为最重要的生存工具之一。然而如今这辆车却成为了最无用的物品。这是车，可以跑得很快，比马儿都快吗？比马儿快多了。那咱们能坐吗？不能，会压坏粮食。宋清宁抱着他出了库房，又去菜园子里看了看。他把元宝放下去，到瓜田里挑了一颗最大的瓜，摘下来抱着回了院子。娘，这是什么东西？吃的吗？尝尝看，这是西瓜。青青，
我们出去吧。宋清宁点头，先把赵成义跟元宝送了出去，刚准备把周木也送出去。夫人，其实你该狠心点儿，把我留在这儿，好过。没事，总不能让你这孩子蹉跎一生啊。其实这些年我过得很好，我都已经习惯了。宋清宁笑而不语，两人一起出现在屋子。以后我就是你的先生。我有先生，娘说了，做人不能三心二意，可惜他丢了。周木垂眸浅笑，那你就把我当成他，往后我会一直教你。不行，娘说了，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不能混为一谈。你娘说的对，咱们走吧，你娘累了。有啥事你说呗，你这么看着我，让我觉得你要嘎了我。这人要干嘛？这眼神好奇怪啊，总感觉没想干啥好事儿。难不成真的想杀人夺宝？不会吧，不会吧！他要是杀了我，那可就是鸡飞蛋打呀！我好歹给他生了一串娃了，他不会突然对我动手吧？怎么办呢？好吓人！要不去空间躲躲？孩子爹，现在是大白天，这里还是客栈，不太方便吧？这人干嘛？轻点啊！再啃下去就成兔唇了。青青，恭喜你要做太子妃了。你这是又翻身了？开心吗？青青，我会让你成为这世上最尊贵的女人，你一直信我，可好？那你会想着收拾我吗？回去之后你还会有其他人吧？要是哪一天你移情别恋了，你会对我的孩子下手吗？赵成义，我不是天真无知的小女孩，口头的保证在我看来没有任何意义。那就看以后。以后若是我对你不好，任你罚；要是我不好，你可以把我扔到你的那里去，罚我孤独无依。你介意吗？要说不介意，那是假的。只是在看到活生生的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其他都不重要了。青青，我只要你活着，其他的都不重要。今天休息，不赶路了。不赶了。你没睡？睡不着。那等会儿车上睡。好。孩子爹，你昨天跟周木说啥了？咋跟你说过话之后，那孩子的情绪一下子就稳定了？保密。我没漱口。没事，我不嫌弃你。我嫌弃你，捂了一晚上的嘴，有味儿啊！起床了。两人起床洗漱后，简单吃了点下楼。周木早就带着元宝等着，长身玉立，肌肤如雪，面色平静，一身玄色锦袍的周木看起来禁欲又严苛。你们俩这是罚站呢？周木率先拱手行礼，元宝也有模有样的拱手。宋清宁看了看赵成义，没再说话。古人自有教孩子的方式，更何况孩子爹身份特殊，他没必要指手画脚。赵成义微微颔首，拉着宋清宁出了客栈，上了马车。周末带着元宝去了另一辆。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翻身，一定很辛苦吧？瞧瞧，这都多了多少皱纹，沧桑成啥样了？遥想当年流放时那么狼狈，那小脸嫩的嘞，现在呢？岁月不饶人呐！历经沧桑的男人果然花期短。瞧瞧人家周木，按照年龄来看，比他还大呢。还是我的空间养人养得那么白嫩，要不是年龄不允许，我真想掐一把那嫩瓜脸。不知道过了多久，赵成义喘息着抱着宋清宁。青青，你不能嫌弃我，不许你嫌弃我。我没有，谁敢嫌弃你啊？你长得好，身份高，脾气也不差，也算是好男人了。我又不是天仙，哪来的资本嫌弃你？昏昏欲睡的宋清宁嘟囔着说完后，彻底累得睡着了。跟男人比体力，等于金毛跟细狗赛跑。一个躺着吐舌头，一个萌蠢无辜，还能干几拳。对于车里的动静，外面的人自然知道，只是没人敢真的用心去听。真老了呀，父皇正值壮年，与老子毫不沾边。几年未见，你倒是学会用甜言蜜语来哄朕啦。这几年过得怎样啊？儿臣的情况，父皇不是一清二楚吗？你真是越来越不着调了。以前多好啊，看看现在，朕真的开始怀疑你是否能够担当起这份重任。哎呀，话说，来的时候怎么也不说把朕的皇孙带来瞧瞧啊？就你自己个儿杵在这儿，有啥意思呀？朕又不是没见过你。父皇恕罪，孩子一路舟车劳顿，已经睡下了。若您想见他，儿臣明天便将他带来拜见您。只是孩子尚年幼，若有失礼之处，请您切莫怪罪。
在你心中，朕难道是如此小气之人，会和一个孩子计较吗？儿臣3岁之时，只因说错一句话，您便罚儿臣跪了3个时辰。行了，那都是过去多久的事情了，你竟然至今还记得？要说小心眼儿，也该是你小心眼才对吧？听说是老三偷偷抓走你媳妇儿，你打算怎么处理啊？毕竟你们也是兄弟啊，过去你可是最重视兄弟情谊的人呢。不管那几个混小子怎么蹦跶，你都有个兄长的容忍之心。现在你要学习朕当年的做法吗？只要抛弃那些无用的情感，你才能真正登上朕如今的位置。若是你乐意，或许朕开心了，可以让你提早坐上这个位置。毕竟这把椅子也不是那么好坐的，朕也想尝尝含饴弄孙的感觉，体会体会普通人的闲暇日子。真不想等朕闭了眼，你再来接替，很没意思呀。儿臣不会。老皇帝微微一愣，随即笑了起来。太子，你是朕的儿子，都是一样的人，你要记住，感情只会让你变得软弱。坐在这个位置，一旦你的软肋暴露在人前，天下皆知之时，那你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当年母后走时，你难过吗？忘了，早就忘了，反正终有一日会躺回她身边，到时候再说吧。现在说的是你倒推到朕身上了。太子，朕的话你好好想想，你是拿什么坐在这个位置的？还有，你确定要她做太子妃？以后可别后悔了再闹腾。赵成义拱手，她是儿臣孩子的母亲，也是儿臣同甘共苦的妻子，共苦都过了，没有同甘的时候，儿臣就抛弃了她。随你圣旨与太子妃印，明天就送到东宫。多谢父皇成全，回吧，记得早点带几个皇孙来给朕瞧瞧。刚走出勤政殿的大门，就迎面碰上了柔妃带着一群人前来给老皇帝送汤。柔妃非常规矩的屈膝行礼，轻声说道：臣妾参见太子殿下。赵成义轻轻抬起手，示意他不必多礼。柔妃的眼神清澈而柔和，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一身粉红色的宫装将她衬托得娇艳欲滴，完全没有传说中妖妃的样子。赵成义只是简单的点了点头，便与柔妃擦肩而过，朝着宫门走去。皇兄，你回来了。我回来的还不够明显吗？皇兄，你还真是与往日大不相同啊，都是流放过的了，为什么还要跟以前一样？月亮都有阴晴圆缺，何况是姑？哎呀，要不是长相一样，我还真不敢相信了。赵成义淡淡道：天色已晚，要是没什么事，姑回家了，你皇嫂和孩子等着姑回家呢。六皇子立马道：喝一杯去，戒了，酒色误人，姑不需要。皇兄，听说三哥带走了皇嫂，当年呢时间可真长，三哥居然能憋着这种事。皇兄，我开玩笑，你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值得你跑到我这儿来笑一遍？六皇子老实了，立马摇头：没，真没有，不好笑，一点也不好笑。三哥这样的行为就该狠狠地揍一顿，想怎么揍就怎么揍，想起来就揍，揍到您把心里那口气出了为止，揍到您顺心为止。皇兄，要我帮忙吗？给我滚！好嘞。从现在开始，如果还有人敢妄言，就当众杖责20大板。如果这些不堪入耳的脏话传到太子妃耳朵里，你们就别想活了。说完，几道身影从暗处消失。赵成义回到东宫，刚走进院子，就听见屋里传来孩子们欢快的笑声。透过门缝看见宋清宁眼睛上缠着白布，光着脚小心翼翼地摸索着，而几个孩子则蹑手蹑脚地躲着，或者小声地商议着怎样才能躲开他。然而赵成义却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没有听到孩子们的指示。孩子们觉得这个爹有些傻乎乎的，连捉迷藏这样简单的游戏都不会玩。孩子爹，我回来了。我正在和孩子们玩呢，你可别一直站着不动啊，不然总是抓到你就没什么意思了。待孩子们离去后，宋清宁揉着酸痛的肩膀，疲惫地瘫坐在床上。你的身体如今尚未完全恢复，让孩子们自行玩就好了，你别太劳累了。没事，其实我也只是想与孩子们亲近一下。四胞胎见到我时显得十分陌生，毕竟离开已久，他们与我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也是在所难免。我觉得一起玩耍可以迅速拉近彼此的距离。对了，你今日入宫情况如何？没有受到刁难吧？一切顺利，并无麻烦，只是父皇希望能见见孩子们，我明天便带孩子们入宫去看望他。册封你为太子妃的圣旨也很快会到。青青，我会给你一个正式的大婚。大婚？什么时候要办？青天剑会算出日子的，你不用操心，你只管等着做太子妃就好了。那你明日带着孩子们进宫，我去看看爹娘他们吧。
都这么久了，我家老头老太太肯定很着急。就这么说定了，我去沐浴，你等我。宋清宁立马缩在床里装睡。等赵成义回来时，宋清宁真的睡着了。他无奈地摇摇头，上了床，抱着宋清宁软乎乎的身子。翌日清晨，赵成义早朝回来，马车上元宝好奇道：爹，娘为什么不来？你娘去你外祖家了。元宝有些遗憾。那下次一定要带着娘。下次带。记着，见了皇祖父要行礼问好。还记着怎么行礼吗？记着，先生都教过。父子俩聊着天，很快到了宫门口。皇宫内，皇帝连饭都不吃，就等着赵成义带着孩子们来了，心情格外愉悦。平时忙着看折子，现在连翻开的心思都没有。快起来，让朕好好瞧瞧你们。孩子，跟祖父说说，你叫什么啊？想祖父不想啊？我叫赵贺，乳名元宝，您可以叫我元宝。至于想不想您，不想，因为我以前没见过你。不过以后我可以想，因为您是祖父。娘说了，您是我爹的爹，我要尊敬您。好个口齿伶俐的小娃。哎呀，不愧是我赵家人，不错。这长得也周正。来，你们都过来，让祖父瞧瞧。此时他的样子就像是普通的老人，见到孙子后的开心，轻声细语的跟孩子们聊着天，一点都不嫌弃他们奶声奶气的幼稚想法。坐在一旁默默喝茶的赵成义无奈的抚额。等到老皇帝把免死金牌拿出来时，他终于忍不住的出声道：父皇，这怕是不妥吧？阿刘闭嘴，现在没你说话的份儿。说实话，他活到20多岁，从未见过父亲竟有如此温柔的一面。陛下，该用膳了，走，跟祖父一起用膳，敞开肚皮尽管吃，要是不合胃口，祖父再让人重做。老皇帝根本没心思自己吃饭，就那么笑眯眯地看着几个孩子吃的小嘴油乎乎。平身吧。杨贵妃站直后才稀罕地看着元宝，这就是太子殿下家的大公子吧？长得真好，陛下能让妾身抱抱吗？小娃子刚回来还认生，当王后熟悉了再说吧。对于其他的嫔妃，他只是摆了摆手。王公公立马就把他们强硬地请了出去。老皇帝指着满园盛开的花笑着道：元宝，有喜欢的吗？祖父给你折。不行，我娘说了，不能糟蹋花。其实啊，你可以不用这么听话的。不行，我的屁股不抗揍。如果在这里有你最喜欢的花，但其他的花却阻碍了它的生长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朵花越长越高，而你的花的生长空间却越来越小，你会怎么做呀？当然是拔掉啊！种出来的花不就是给人看的吗？既然要看，自然要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像种地一样，把没有用的拔掉就行了。如果舍不得拔掉，那就把最喜欢的移到花盆里，放在屋子里随时观赏。我娘以前就是这样做的，她最喜欢一盆花，非常漂亮，可惜现在已经没有了。你很喜欢你娘，留在宫里陪几天皇祖父可好啊？父皇，孩子还小，离不开家，雏鸟终有一天会离家。太子，你不是最清楚吗？父皇，等过几年吧，再过2年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就今日，元宝啊，你愿意吗？我的东西都在家。哦，那就等下次吧。父皇，时候不早了，你这混小子，就是不请朕高兴会儿，是吧？赵成义无语地跟着，祖孙几人一直玩到太阳落山，老皇帝才依依不舍地放孩子离开，一直到看不到孩子的身影，老皇帝才看着夕阳。哎，朕是真老了，陛下正值壮年，还年轻着呢。半年呢？你这丫头，你究竟去了哪里啊？整整半年没有任何消息，你知道吗？我每天都在担惊受怕，生怕你出什么事儿。荷花呢？怎么没见到她？离了，跟大郎和离了。说起那女人，真是脏了人的嘴，一天天的好好的安生日子不过，就跟那魔怔了似的，就是要生个男娃。生男娃不找大郎，偏偏要去找个道士，结果还把主意打到毛丫身上。你是不知道哟，那么长的针，她一个当娘的，脑子跟屎糊了似的，居然给孩子身上给扎进去，那心咋就那么黑呢？哎，你是不知道啊，那2天闹出多少笑话，有好几个女人跟她一样都上当受骗了，那道士就是个假的，他们怀的孩子，哎呀，不说了，说起来没得让人恶心。要说呀，
还是大郎他自个儿瞎？什么样的姑娘不好看啊？偏偏看上那么个东西，还一天天的当宝。你瞧瞧这些日子那怂样，我看着都牙疼。呀，都过去了，那就再找一个，这次必须得我看着，你的眼神不行。闺女，你帮着一起挑，咱不说门第那些，就安心做媳妇儿就行。咱们家娶媳妇儿不图其他，就踏踏实实的就行。要不您先看着？娘老子造孽，苦了孩子啊！呀，我知道错了。这时，老太太吩咐下人们快去做饭，并亲自走进厨房忙碌起来。姐，你觉得苏长胜怎么样？姐，你看啥呢？我脸上有啥东西？还是衣服哪儿破了？真喜欢。你们两个怎么看对眼了？他人挺好的，我记得他的年岁好像比你小吧？他们家里人知道吗？他给他们家里人说了吗？你给老太太说了吗？他咋说的？乐意不？还没告诉娘呢，我不知道咋说，他也没告诉家里，我怕他们家看不上我。你们现在应该没做出啥出格的事吧？没，就是啥？就是亲了一下。姐，你给我出出主意吧，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咋办。我怕娘觉得他们家的门第高，看不起咱家。毕竟之前他们家人就看不起咱们家，其实他人挺好的。小雪，记住，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昏了头，千万不能越界，要不然你就没法再跟他站在正常的位置去衡量你们的关系。我知道，我不会。这件事我回去问问看。你还小，别着急。大小姐、二小姐，用膳了。好，咱们一家子总算又齐整了。二郎也来信了，说过几日就能赶回来。那混小子还跟我卖关子，说什么带了个惊喜。我呀，就希望一家子好好的，没病没灾，啥都好。来，都别愣着了，赶紧吃饭。青丫头，娘专门让人做了你喜欢吃的，保管顺口。闺女，尝尝这肉。昨晚女婿派人来说你回来，娘就让人准备，一大早就炖上了。现在吃着刚好，骨头都软了。闺女啊，娘看着咱家后院那块种花的地方还挺大的，想着过几天买几个羊羔子回来喂着，还能喂几只鸡，到时候生了蛋给你送着吃。那些个花也没啥用，看着不顶吃不顶喝的。我就寻思着把那些都拔了，再种上些白菜。现在种着，赶下雪的时候还能赶趟收一茬。到时候再压些酸菜，冬天的时候咱们猪肉熬酸菜吃，就着白面馒头，那日子神仙都不换。就是吧，这2天我也不敢动，毕竟这是女婿给的宅子，万一要是动了，他不高兴咋整？你今儿回去问问，要是能动，你找人给我们说一声，成不？其实吧，家里现在不缺吃喝，就是你爹干了一辈子活，干坐着不自在，就想活动活动筋骨。我一会儿跟大郎出去买些残次品花盆，那花就挪到盆里，摆在墙边就行，到时候让人浇水，死不了就行。那花园你们随便。不用你去，让大郎去买。你好不容易回家，还能让你干活，你只管待着就行。姐，我现在就去，拿多少？400、500个吧。那把钱拿着。姐，我有钱。闺女，你不用给钱，家里现在有。你要是手头紧了，就跟娘说。那行，那等会儿咱们一起去收拾花园。宋老头眼睛一亮，我去换身衣裳，咱们一起收拾。一家子吃了饭就去花园里。老孙头，快把这些花都连根挖起来吧。老夫人，这些花长得这么好，为什么要挖掉啊？赵成义来时就见宋清宁脸上糊着泥，细心的给花盆里填土。你们这是？挪花呀，我娘准备种点白菜，我觉得这些花要是拔了扔了就可惜了，就把它们挪到花盆里，准备放到墙根。那你看，放这么一圈，其实也挺好看的。赵成义见还有一大半没做完，卷了卷袖子。要帮忙吗？宋清宁抬头看了眼男人身上做工精细、带着金边的玄色锦袍，立马摇头。不用，你这衣服要是脏了没法洗，不会行吗？不行。你坐着等会儿，很快的，半个来点就行了。赵成义没去做，而是蹲下来帮忙干活。回去的路上，两人没有坐马车，走在宽敞寂静的街道上，除了两人脚步的回音之外，再无其他。现在真像做梦一样。当初刚流放时，我都要吓死了，每天担心看不到第二天的太阳。是吗？我倒是没看出来啊。那时候你挺活泼。我得赶紧回去了。然而，就在他跑出不远后，黑暗中突然跳出10几个黑衣人。孩子爹，他们是来杀我的，还是杀你的？我觉得应该是冲着你来的，毕竟我只是一个平头老百姓，你可不一样，我顶多就是个搭头。别怕，
不怕，有你在，我就不怕。就在赵成义的护卫即将把人全都干掉时，又有一批黑衣人从暗处跑了出来。不是，他们耍赖呀！这打架还能一波一波的上，车轮战啊！放心，兵马司的人快来了。宋清宁瑟瑟发抖，东张西望，总感觉阴风阵阵，没啥好事，牙关子咬得噔噔作响。火尽凉风，有剑！话音未落，一支剑裹挟着冷风穿透了宋清宁的肩膀。靠，又准又疼。一个不留。莫风，快去敲门。莫风立刻一瘸一拐地跑到医馆门口，用尽全身力气拍打大门。开门，开门！大爷，您有什么事儿啊？你这是医馆，你问我干什么？发什么呆？还不赶紧过去看看！大爷饶命啊！小的只会医治一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这种情况实在是无能为力啊！要不再辛苦您往前走几步，前面有家和风堂，那儿的大夫医术可要比我高明得多呀！过来看看。不行，这位夫人看起来明显是中毒了，爷，就算是您杀了我也没法治啊！赵成义被这个大夫的叫喊声弄得心烦意乱，不耐烦地挥挥手，示意莫风将其扔出去。幸运的是，此时他的护卫已经带着一个衣衫不整、头发凌乱的太医匆匆赶来。微臣叩见殿下，快来看一下。胡太医连忙走上前去查看，见宋清宁身上插着剑，嘴唇发紫，脸色煞白，心里一沉，赶紧从护卫手里接过药箱，总立马找了一颗解毒丹给宋清宁喂下去。殿下，能否把夫人的衣服用剪子剪开些，微臣好查看？殿下，这毒不是麻烦事儿，只是这箭头是战场上用的螺旋箭头，伤害性极大。表面看着没什么，可一旦拔出，那就是连着肉啊！箭头离身，那就是连血肉一起撕下来。且不说夫人能不能受得住，就说这箭头的毒已经腐蚀了夫人的皮肉，这微臣无能，怕治，现在就治。来人，再去请其他太医，务必保证夫人的安全。不一会儿，6、7个手提药箱的太医急匆匆地赶来。难道还没有想出办法？到底能不能救治？别再浪费时间了。几个太医面面相觑，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年纪较长、经验较为丰富的李太医站了出来。当箭头被拔出的那一刻，宋清宁猛地喷出一口鲜血。殿下，夫人伤势严重，目前尚未脱离危险，切勿轻易移动。待过2日病情稳定之后再做打算。这2日夫人身边需有人时刻照顾。若夜间发热，可使用退热药；若体温正常，则无需用药。夫人平日身体康健，预计2日后会苏醒，但即便醒来，仍不可掉以轻心，切不可触碰凉水，亦不可进行任何剧烈运动。赵成义摆摆手，示意众人退下。说你傻，你还真傻。我是你丈夫，你为何要推开我？这下好了，自己吃苦头了吧？记住，绝不能有下次了，听到没有？往日里你不是伶牙俐齿吗？怎么今天这么安静？你现在可以随意说，我都听着呢。青青，这几日我陪你吧，已经很久没有好好陪你了。其实我小时候也很调皮，经常偷偷溜出去玩耍，被父皇发现后，总是免不了一顿责骂。还有一次，我想要一个玩具，但父皇觉得有失身份，还觉得我玩物丧志。我亲眼看着他把那东西弄坏之后，丢到火炉里，烧得干干净净才罢休。我当时真的好难过，觉得自己的愿望永远不会实现。但是后来我才明白，人生中有很多东西是没法得到的，我们都要学会接受现实，珍惜眼前的一切。每个人生来都承担着责任，而我的责任就是做太子，就是要做一个好太子。我一直都在努力地听着父皇的教导，从不敢有半分懈怠。青青，你知道吗？从你身上让我看到了自由无拘的样子，你太容易满足了。不过是一件小小的东西，就能让你笑得那么开心。你要是跟我多要些东西该多好啊！可偏偏一直以来都是你在给我东西。你我之间一直以来付出的最多的却是你。就像今日本该躺着的是我，就该是我。其实你可以跟我要，想要什么都行，